如果你有在看這檳城的房地產的話呢，可能你會聽過這一句話的。哇，現在冰島的地快沒有了哦，要買房子當然是去看巴杜卡灣的啦，那邊是未來的嘛。那同時間可能你也是會聽到講說，王明生那邊的屋子，巴杜卡灣的屋子哪裡便宜哦？現在那邊的 condo 都500-600塊一方尺了嘞，分分鐘哦還貴過 Island 的那一些二手房呢。所以呢，在這支視頻裡面呢，我就不會帶你去看什麼示範單位啊，還是去看 sales gallery 啦，我會用最中立的角度去看待整個巴杜卡灣的整體發展，然後我也會告訴你為什麼我個人會覺得巴杜卡灣不只是一個區域性的發展而已。對我來講啦，它其實就是給我看起來就是一個好像為這個威南省這一帶一個翻身的機會啊。可能你會覺得我講得很誇張啦，就把影片看到完，然後再來討論。所以我也會用最客觀的 SWOT 的分析，把這裡的優勢還有劣勢一個個攤開來跟大家探討。所以在影片沒有正式開始之前，記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like 我的 Facebook page。我們馬上進入正題。OK， 我們先聊這一個地方的歷史啦。如果你是那些老檳城人，就是幾十年前就已經在這裡了的啊，可能你會記得以前呢，它的巴杜卡灣的是什麼樣子的。在90年代啊，這裡還真的是一大片的有種園啊、橡膠園啊，是那種典型的鳥不生蛋的地方。後來呢，政府就建了一個很大的體育館 State Stadium， 結果呢，變成了著名的百項工程哦，整天在那邊曬太陽。但是真正的 game changer 呢，就發生在2014年，那就是第二大橋 Second Penang Bridge 通車了。這座橋啊，它不只是東南亞最長之一，它是直接打通了任督二脈，把 Island 的 Bayan Lepas 工業區還有這裡連成一條線哦，然後我們就把它叫做 Silicon Corridor 硅谷走廊。就是從那一刻開始啊，巴杜卡灣呢就正式起飛了。哇，民生，憑什麼巴杜卡灣的屋子賣得這樣貴哦？我的答案很簡單罷了，一個字 ，Jobs， 不是 Steve Jobs 啊，而是就業機會。而且我們講這的不是那種普通的 jobs， 是 high income jobs。你看看這些名字 ，Boston Scientific、Micron、Western Digital、Lam Research 等等啊，這些呢都是世界級別的 MNC 來的。他們在這裡請的不是那種普通的操作員罷了啊，他們請的是成千上萬的那些高收入 engineers， 還有專業的技術人員。所以他們在這裡上班的話呢，自然的對這裡的居住有需求咯。這樣他們加上他們的 spending power 也是挺高挺強的，所以自然的啊，在這裡的房產才是會有真正的居住需求啊，真正的 demand 啊，而不是單單只是那一種炒樓的 investors 而已。而且哦，現在 BKIP Phase 1啊，已經是差不多爆滿了的了。政府呢正在搞着 BKIP 3，甚至還規劃南邊的擴充哦。所以這意味着未來的5到10年裡面呢，這裡的人口只是會增加，不會減少。而我自己看到的，我自己感覺到的啦，其實就好像想當年那時候的 PJ， 又或者是 Bayan Lepas 最靠近的。PJ 還有 Bayan Lepas 的模式已經是 proven 成功的，你有就業人口啊，自然的對周邊的那個居住需求還有物價就會增加的。不錯誒，這一個 Aspen Vision City 裡面的 Central Park， 這個 Central Park 的概念就是它有商店，有這一個住宅 landed， 尤其是 landed properties 圍繞着這一個 Central Park 的，所以那一些 landed properties 哦，它是直接可以。我沒有看到它的那一個 gate 啦，但是它就是真正在這個 Central Park 的隔壁罷了。所以下午你看現在這個時間是6點多，很多這些一家大小啊來這邊散步、跑步，甚至坐在草地上那一邊 picnic， 各種各樣休閒活動，哇，真的是我沒有親自來，我真的是想象不到這樣子的畫面的。所以親自來看了過後，哦，原來是這樣子的一回事。
真的不錯一下。而且不要忘記哦，這裡它還是威南省哦，是Seberang Perai Selatan的，是一個全新的地方，一個全新的 lifestyle。在這一區來講的話啦，這一個是可以講是目前來講是唯一一個有這樣子的 lifestyle 的呀，就是一個有 greeneries 有商圈，然後有住宅這樣子的 lifestyle， 不錯。你看這裡是 Aspen Vision City 對面的 Eco Horizon， 是由 Ecoworld 開發的，也是一個 township project 啦。啊，雖然它是沒有 IKEA，I mean 這個 Eco Horizon 裡面本身是沒有 IKEA 什麼啦，但是它也算是吃到 IKEA 的紅利啦。加上 Ecoworld 打造這個 township 哦，也是非常有經驗的。所以你看這一邊的商店啊，也是occupancy rate 已經是很高很高了，幾乎都是有在運營着，有生意在運營着的。而且它還有 grocery 啦，它還有一間 Starbucks 在這邊呢。然後這一個 Ceria Square， 又是一個很集中的商業中心這樣子啦。樓上是 service apartment， 樓下是 retail。然後這個 Ceria Square 的隔壁就是這一個 Jaya Grocer 了。所以你看，其實這一帶啊，真的是會越來越旺。好了，講了那麼多好話啦，現在我們開始講一點點人話啊。OK， 巴杜卡灣現在的房價呢，確實是已經篩選掉一部分的人了。那如果你覺得600千買一間 condo 有點吃力，是不是就不能夠投資在這一帶，還是不能夠在這裡買自己的房子呢？這就是我這一支影片要和你們分享的核心觀點：溢出效應 （spillover effect）。當巴杜卡灣變成一個 high class 的 eco city 的時候哦，這樣它自然就會變貴了。那麼如果想要住排屋landed properties， 又或者是預算沒有那麼高的人，他們會去哪裡？自然呢，他們就會去旁邊的那些Simpang 4那一帶啊，甚至往南走 Jawi 那一帶。你可以看現在Simpang 4 Pearl City 那一邊，還有 Iconic Point 那一邊，其實是有多熱鬧 ，Starbucks 啊、McDonald's 啊。都要排隊進去的。OK， 如果是高峰時段啊，這樣相比 Penang Island 的高物價還有塞車，或者是巴杜卡灣的高門檻，威南省周邊的這些區域啊，我不是講威南省這區域不會塞車啊，不是這個意思啊，只是我覺得這裡呢，它提供了更好的 value for money。所以我的看法是，巴杜卡灣是心臟，而整個威南省呢是身體。如果心臟強，自然的身體就會變壯哦。雖然身為 property agent 這樣，我又不想只是只報喜不報憂，這樣是不是有些觀眾都不喜歡的嘛，對不對？那如果你想要進場巴杜卡灣這一帶啦，你一定要看完我做的這一個 SWOT 的分析。首先我先講一講優勢 ，OK，Master Plan， 這裡呢也是唯一一個 Master Plan 的城市。路又寬，分區又清楚，把 live、work、learn、play 都規劃在內。然後第二點就是 MNC 的撐腰，只要這些大工廠它不搬走呢，這些租金房價就肯定有底氣咯。接下來我們看有什麼劣勢的部分啊？講真的啦，晚上除了 IKEA 還有 Design Village 還有這個 Klippa 商場，但其他地方都是屬於比較近的，它就沒有 Georgetown 那一種古早味還有煙火氣啦。第二個是持有成本，新 condo 的管理費不便宜啊，加上利息的話，那如果你收到的租金不夠來 cover， 這樣你的 cash flow 可能就要看緊一點哦。那這裡還是會有機會的，那就是基建的提升。大家對痛恨的塞車問題呢，其實政府已經計劃要建 Juru Sungai Dua 的高架大道了。雖然這一個大道不是在巴杜卡灣裡面啊，雖然還是要等幾年這樣，但如果這一個大道一通車，說不定這邊的價值會有所受益呢。第二個機會就是醫療旅遊了。隨着 Columbia Asia 的蓋章還有未來的 Medicity 的計劃，那這裡是有機會變成 Medical Tourism 的生意的。其實檳城本身尤其是 Georgetown 那一邊，這裡的 Medical Tourism 已經做得很好了。那未來如果這裡這個新計劃如果真的成功的話，說不定巴杜卡灣可能會成為外國人來接受醫療服務的另外一個選擇呢。我們不知道的。OK。最後我們來談一談這裡有什麼隱憂了。
這一點可能你要注意一下了。第一個就是環境的問題。大家可能還記得以前的垃圾場火災，雖然它是在比較南邊，就是 Biram 那一帶啊，布拉布隆那一邊，它離這個巴杜卡灣核心區有距離的。但是偶爾如果風向一點點不對，還是會有一點點異味。就是投資南邊項目要考量的風險哦，尤其是要買來自己住啊，又或者是買來投資那一些公寓項目的人。第二個就是供水問題，檳城有治水，還有面對低水壓的問題。雖然州政府是在談着和霹靂州輸水的計劃，就是 Perak Water Transfer， 但依然是一個需要關注的隱憂了。總結來講呢，巴杜卡灣這一個地方，它不再是以前的那個醜小鴨了，但是它又不完全是長大變成白天鵝哦。對我來講，巴杜卡灣現在的狀態啦，就好像一個青春期的一個新城市。所謂的青春期，就是好像那些我們人類在青春期在發育着的時候，總是會遇到一些困擾的，比如說長青春痘啊之類的。所以在巴杜卡灣也是一樣，它也是一個新的城市，然後也是在迅速的發展中，所以難免它還是會有一點小問題、小困擾，比如說交通的問題啦，還有就是這裡的生活氣息可能不夠濃烈啦，等等的。這樣，如果你已經是在這一帶上班的，又或者是你本來就是這個 Seberang Perai Selatan 的人 ，OK， 比如說Sembawang Park啦、Jawi 這一帶的，如果你想要買來自己住的話呢，其實巴杜卡灣這個地段絕對是不用想的 ，OK， 畢竟是自己熟悉的地方，最重要是自己住到舒服。這樣，如果你是想投資的買來投資的話呢，你必須要有 holding power 咯，我要這樣子講，因為在這裡呢，這裡的 game， 這裡的遊戲不是那種短期炒房的，這裡呢看的是那種長遠的 long term 的呀。所以以上就是這一支視頻所有的內容啦。如果你想要在巴杜卡灣這一帶找新樓盤項目，包括 Aspen Vision、Aspen 的項目，又或者是周邊其他附近的新樓盤項目的話，買來自己住也好，還是買來投資也好，可以在這個資訊欄裡面找到我的聯繫方式，然後我或者是我的團隊會跟你跟進啊，讓你了解更加多。所以我是Vincent Dai，記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來我的 Facebook page， 我們這個視頻見啦。